10掌千金被迫嫁给大龄农村渔夫，大婚当晚，她与渣男私奔，还没出村就被追上。渣男为求自保，把她踢进海里就逃走。再睁眼，身体内已变成穿越而来的团小云。团小云摸摸面前男人的胸肌，又摸摸腹肌。我去，穿书福利这么好的吗？这宽肩窄腰大长腿的，可惜都是女主的。为什么我是首富的炮灰前妻？哎，不活了，毁灭吧！看着团小云一脸的生无可恋，何卓武心情复杂。妈，小云发烧了，烧得有点迷糊，我带她去卫生院看看。给她吃一包退热散就行了吧？不行啊，她这样子看着不正常。哎，那你去吧。发烧又死不了人，去什么卫生院？四弟，你说她嫁过来才几天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四私奔五跳海六撞墙，都整齐全了。咱们老何家的脸都给她丢尽了。昨天跳海自嘎才出院，她今天又玩啥了？行了，别说了，她都能作，我咋不能说了？她不愿意就别嫁啊，嫁过来又要死要活的，四弟连房门都进不去，这算什么？这日子还过不过了？大嫂，我先带她去看医生，回来再说。一包退热散下去，死人都活蹦乱跳。就她是千金小姐，3天2头跑医院，一花就100几十。何母用力将菜刀砍进菜板上，王春花立马闭上了嘴巴。你带她去卫生院看看，病看好了就将人送回她家吧。这祖宗我们何家实在是要不起。何卓武没说话，转身回屋。妈，离婚时记得将彩礼连同医药费一起要回来，不能亏了。你快闭嘴吧，我又没说错。她嫁过来，四弟连她的手都没摸过，彩礼2000块呢，差不多够买一条木船了。何母没再搭理大儿媳妇，哼，人家都不稀罕她，还将团小云当宝，简直犯贱。团小云坐在卓武从大队借来的拖拉机上，风一吹，清醒不少。弟妹，我看你这挺精神的，不用去医院吧？谁没有发烧的时候，熬一熬就过去了。大嫂说的对，发烧不用去医院，熬一熬指不定就好了。幸运的能省下10元8元，不幸的烧成傻子。到时候大嫂养我一辈子，倒霉点，万一烧死了，大嫂替我给我爸妈养老就行了。别，你这真是病得不轻，去吧，赶紧去，不看好别回来，快去，去了就别回来，反正花的又不是我的钱。何卓武没说话，开着拖拉机离开。你说何卓武是不是连夜将人送走？100%是，团小云都跟人跑了，合着我头顶都绿的出油了，还能要他？是我早就赶他走了。两人估计是去离婚，这卓武也是可惜了，出个任务耳朵聋了一只，现在又将工作让给他二哥，转业回来就是一个打鱼的，他咋可能看得上？是啊，虽然何家家境也不错，新房盖了又有船，可团小云是城里人，听说爸是当官的，妈是厂长，他自己有文化，家里又有钱，自然看不上何卓武，所以娶媳妇就该娶门当户对的，一个打鱼的娶什么有文化的，娶了也留不住，离婚也不知道彩礼能不能要回来。拖拉机突然停了下来，一个年轻女子正拦着一群羊在小路上，不让他们过马路。何大哥，你们先过。咦，难道这就是放羊妹女主诗情？她每天帮家里放羊，只要没照顾好羊，就会被继母毒打一顿。团小云打量诗情，诗情也打量着团小云。诗情昨天重生了，正好无意中见证了团小云跟王天兵私奔被何卓武撞见一幕。这和上辈子一样，他们俩要去离婚了。后来卓武哥成了首富，一直单身到老。昨晚我梦到和卓武哥结婚了，成了首富的妻子，过着人人羡慕的富婆日子。这个梦肯定是老天爷给我的提示，这个男人以后就是我的了。卓武哥，时间不早了，你们快去，别耽误了。何卓武见诗情不走，他怕团小云受不了羊群的臭味，就开着拖拉机走了。刚才女主叫卓武哥，可书里男女主第一次见面是男主救了被海浪卷入大海的女主，难道不是他？女人和人私奔回来后就高烧21度，可急坏了丈夫。到了卫生院，团小云被颠得快散架了，只想吐。何卓武停好了拖拉机，见她脸色发青，嘴唇发白，直接打横将她抱起，快步走进卫生院。医生，快看看，她发烧了，还说胡话，是不是烧坏脑子了？值班的医生见何卓武抱着人快步进来，还以为得了什么重病，忙招呼护士一通检查，结果病人只是发烧和晕车，体温37.1摄氏度，这烧与没烧也没差多少了。没好气的道：“回家多喝点水，走吧。”团小云也感觉自己烧退了，整个人好多了。烧坏脑的人是那种精神状态的吗？我看他才烧坏脑，37.1摄氏度就紧张成这样。徐医生，你不懂，他们一看就是新婚，那男的一定满脑子装的都是他媳妇。脑子就该装脑浆，脑子不装脑浆装媳妇，那不成恋爱脑了，这是脑子有病，有病就得治。两人听着后面的话，何卓武恨不得2只耳朵都聋了。他扶着团小云，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。何卓武，慢点，我走不动。何卓武脚步一顿，低头看了团小云一眼，发现她脸色又发白了。这怎么还是不好？不会是遇到庸医了吧？他直接打横抱起团小云，团小云只是想让何卓武走慢一点，没想到他又把自己抱起来。抱就抱吧，省得走路了。这男人双臂有力，步履沉稳，被他抱着还挺舒服的。而且我们是合法夫妻，何卓武还是军人，为人民服务是正常的。团小云索性伸手搂住了何卓武的脖子，将头靠在他宽厚的肩膀上，让自己更舒服一点。刚才的肯定是庸医。团小云之前对我避如蛇蝎，现在不仅动手动脚，还主动搂住我，简直像换了个人。这不是脑子烧坏了是什么？我们再去市医院拍个片，做个检查看看吧。大哥，我已经退烧了，还检查？你不怕丢人？我还怕呢。刚才是你走太快，我刚退烧，身体还有点虚，跟不上你的脚步，不用再看医生。团小云说完，索性闭上眼睛，找了个更舒服的位置装睡。何卓武看了一眼怀里假寐的女子，他鼻端的气息一下一下的喷在她脖子上，确实没有了灼热感，好像是退烧了。何卓武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听他的，抱着她往外走。真好，那男的是当兵的吧？力气真大。
拖拉机突突突的开到供销社，何卓武停下拖拉机走了进去，很快就拿着一瓶汽水回来。只见何卓武将汽水放在车上，然后拿出医生开的那包退热散。他这是想用汽水给我吃药，要不要这么不靠谱？只见何卓武将一整包退热散倒入了汽水里，汽水立即滋滋滋的冒泡泡。吃药！团小云看着滋滋冒泡的汽水，他这是想毒死我，再娶女主吧？团小云盯着汽水，就像盯着砒霜一般。放心，没毒，这样吃退热散不苦。你喝过？没有，文光他们发烧就这么喝的，是我妈教的。该不会是你怕苦自己发明出来的喝法吧？快喝，要还瓶子，人家要下班了。团小云觉得自己猜中了真相，原来何卓武怕苦，不过也不好耽搁。他咬咬牙，一脸视死如归的看着已经恢复平静的汽水。死就死，死了说不定就穿回去了。咕噜咕噜一口气喝完，颇有壮士断腕一去不复返的气概。喝完将瓶子递给何卓武，给。团小云打了一个长长的嗝，一股汽水气喷了出来，他瞬间傻眼。苍天啊，大地啊，我不活了，谁来嘎了我吧？这脸是不能要了。何卓武抿紧嘴角，尽量让自己面无表情的接过瓶子。我去还瓶子。就在何卓武转身的那一刻，团小云又打了一个响亮的嗝，完全不受控制，而且这嗝更响、更亮、更长，空气中都是汽水味的二氧化碳。那汽水有毒吧？肯定是有毒。何卓武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，这回嘴角用力压也压不下去。回到家里，何家的人都在等他们回来吃饭。总算回来了，我都快饿死了。王春花一眼就看见了何卓武手中拿着麦乳精和2瓶炼乳，立马换了副嘴脸。光宗耀祖，小叔给你们买了麦乳精。他生了4个儿子，分别取名何文光、何文宗、何文耀和文祖。四叔，你太好了。医生说你们4婶身体弱，需要补补。麦乳精供销社只剩下了1罐，留给你们4婶补身体。我给你们买了1瓶炼乳。医生没说我身体虚啊，只叫多喝水。记得和妹妹一起喝。何卓武看了一眼饭桌旁的小侄女，那是他三哥的女儿何周。他三哥2年前捕鱼的时候葬身大海，他媳妇转头就改嫁了，把当时只有6岁的孩子留在了何家。都要离婚了，还买那么多好东西给团小云补身体，真是浪费钱。麦乳精和炼乳买了也好，将团小云送回去的时候，总不能空手上门，那好歹也是儿子的领导，只要他病快点好，早点将他送走，不然家无宁日。看过医生了，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没事，开了退烧药，我现在感觉好多了，没事了。没事就好，先吃饭，吃完饭再吃药，不伤胃。开饭。话音刚落，大房4兄弟的筷子齐齐伸去那盘海虾，一下子感觉整盘虾少了一半。王春花自己也抓了一把虾，然后又将杂鱼包里最大的几条泥猛鱼夹给了几个儿子。不吃多点，难道便宜外人？团小云若无其事地夹起面前的青菜，这时一只剥了壳的大虾放到他的碗里。谢谢。何卓武没看团小云，又在杂鱼包里夹了一条最大的泥猛鱼，挑了刺将鱼肉给他，小心吃，不知道还有没有鱼刺。他来何家第一顿饭就卡了鱼刺，之后何卓武给他送到屋里的鱼都是挑了刺的。你自己吃，不用管我。何卓武没答话，又夹了几只虾，剥了壳，同样放到团小云的碗里。何母看了小儿子一眼，叹了口气，哎，都要离婚了，还这么护着他，自己一口没吃上，我的傻儿子哟。花2千米娶了媳妇，手都没摸到，新婚第3天便商量离婚。我的户口还在军营，等转回来我们才能去办离婚证。要是你不想留在这里，明天我就送你回娘家。你要是能忍，等离婚证办下来再走也行。书里原主的父母不同意离婚，家门都没让他进，原主无家可归，迫于无奈去找了渣男，没名没分的跟了他，导致被家暴男打嘎。我爸妈是不会同意离婚的，拿到证后我再回去。那也行，你早点休息，我先出去了。何卓武转身走出去，在天井里给团小云洗衣服。四弟，你和团小云商量好了吗？等户口转回来就去离婚。那得等到什么时候？何卓武沉默了一下，他想到退伍时首长的话，这婚怕不好离，恐怕不止1-2个月。就算他打申请，刚结婚就离，申请也不会批，这么拖下去半年也不一定，估计要半年左右。什么半年？他还要留在咱家半年白吃白喝，那还叫离婚吗？再待半年，他孩子都可以生下来了。一想到还要侍候一个什么都不会干的妯娌半年，王春花就暴躁。你大呼小叫干嘛？四弟的事什么时候轮到你管？你以为我想管？不用我伺候他，你看我管不管？王春花黑着脸直接进屋了。真是受不了了，竟然还要忍半年。半年后谁知道他们还离不离？凭什么大家都是何家的儿媳，我什么都要干，他不会就什么都不干？何卓文回屋里哄媳妇，怕他闹得父母和团小云都听见。何卓武3两下就将衣服洗干净，他做了一个决定，正想去和父母说，没想到团小云走了出来。我明天就搬走。团小云刚刚整理了一下原主的东西，发现有100多块，够住一段时间招待所。你打算搬去哪里？去市里住招待所或者旅馆，不过要麻烦你帮我找村长开介绍信。不用，我打算分家，分家后我和你搬出去就行了。如果是因为我不回娘家，你才想分家，那大可不必，我可以暂时住旅馆。不全因为你，迟早都要分。我二哥已经分出去过了，我也想分家。何卓武知道，从他给二哥安排了一份工作，大嫂就对他有意见。在离婚证办下来之前，你不回娘家，就只能在我身边待着。行吧，分家，我们搬去哪？团小云不想留下来，可是别人穿越好歹会接受原主的记忆，他却没有，一点记忆都没有。他连娘家门朝哪个方向都不知道，怎么回娘家？以前的老房子很破旧，而且那房子离海边比较近，会有点潮湿，不知道你受不受得了？我没关系，能住就行。那我去和爸妈说分家的事，你早点睡。第二天，何父只以为是儿子成家了，要单过，便开始正式分家。这间新屋分给卓文，旧屋就分给卓武。小云，你有没有意见？爸，我没意见，卓武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听卓武的。
这才是当媳妇该有的样子。家里的田地牲畜都分成3份，你们2家各1份，还有1份我们养老。家里的船，我们父子3人1人开1天，轮着来，还有1200块，老大300，老四600，多出来的300是给老四修房子的，剩下300是我和你妈还有何周的。你们有没有意见？没意见，没意见，没意见，没意见。那分家的事就这么定了。那爸妈和何周以后是跟四弟他们一起住吧？你胡说啥？爸妈当然是和我们一起住。我也想和爸妈一起住，可是这房子只有6间，孩子们过几年要结婚，这屋子可住不下这么多人。养老又不是只有1个儿子，凭什么一直跟我们住，还要带个拖油瓶？你不用多说，爸妈何周都和我们一起住。我又没说什么，你发什么神经？被你弄得我好像不孝一样。我嫁给你10几年，不也和爸妈住了10几年，孝顺了他们10几年？养老也不是只有我一个儿媳妇，旧屋那边房间多，而且我这也是为四弟考虑，爸妈和四弟一起住，等四弟和团小云离。行了，爸妈何周都和我一起住。说完，何周武才想起没问过团小云的意思，其实都要离婚了，他乐不乐意和自己爸妈一起住根本不重要，但何周武怕他闹，他扭头看向团小云，爸妈带着何周和我们一起住吧，我什么农活都不懂，我们夫妻需要你们。团小云的一句我们夫妻需要你，让何父和何母动容。人老了最怕不被孩子需要，怕给孩子添麻烦。那我们老2口和何周就暂时去你们那住。好的，正好今天是初1，也不用择日子了，收拾一下，我们今天就搬过去。说又说，好的，2条，他们盯着我。男人为留下送自己绿帽子的媳妇，选择分家。屋顶得买些瓦回来修补一下，不然下雨刮台风可就麻烦了。我明天去买。团小云想起书里有一场超级台风在这一带登陆，台风过后，女主跑来捡鱼虾，结果为了追一条鱼，被海浪卷入了大海，是男主救了她。那超级台风好像就是最近来的，现在时间还早，能不能现在去买些瓦回来，把屋顶补好？万一下雨，这顶肯定漏。爸，我现在去买瓦，1个下午就能把屋顶修好。我去吧，你们在这里打扫，你去屋里打扫，我在院子里除草。团小云举着扫帚扫房梁的时候，突然和房梁上的2条狗落了。团小云吓得扔了扫帚，风一般的跑了出去。何卓武正站起来查看，团小云直接跳到他身上，手脚并用紧紧箍着，整个人挂在他身上，浑身发抖。何卓武微微一愕，手也不好去碰团小云，只好任由他挂在自己身上。怎么了？说又说，好的，2条，他们盯着我。团小云不怕人，不怕鬼，什么野狗啊、老鼠、蟑螂，统统都不放在眼里，可他唯独怕蛇。团小云紧紧搂住何卓武的脖子，双脚也紧紧圈住他的腰身。出去，出去，赶紧，快快！何卓武被他勒得脖子都快断了，只能抱住他安抚。别怕，不过是蛇而已，我去抓它，你先放开我。团小云稳了稳心神，松开双脚，可他低头看见一地的草，又立马缩了回去，双腿紧紧圈住何卓武，死活不肯下地。这草丛里也有蛇吧？这他还真不敢保证，大夏天的有蛇出没很正常。大白天就这般亲密，还叫得那么大声，实在是不知羞耻。卓武，这大白天的就这么迫不及待，连进房间都等不及了。团小云脸皮再厚，也红了脸，松开何卓武，下了地。何卓武沉着脸站到团小云面前，挡住了周俊杰的目光。别胡说八道！阿武，你媳妇这是被什么吓到了？刚刚屋里有蛇，她被吓到了。小云，这是太奶奶。团小云看过去，有些诧异，对方这么年轻就被称作太奶奶。太奶奶，乖，你陪太奶奶在这说说话，我去抓蛇。太奶奶一听抓蛇，眼睛都亮了。抓蛇在哪儿？我去抓。太奶奶边说边冲进了屋子。太奶奶很会抓蛇，我会抓蛇也是她教的，我进去看看。真是女中豪杰。蛇在哪里？右边那间房的横梁上。团小云不敢进去，就站在房门边，只见2条蛇还在横梁上。何卓武拿着长扫帚引蛇下来，其中1条蛇缠上了竹竿，开始往下爬，另1条蛇吓得在梁上爬走。阿武，给我来。何卓武把竹竿放下来，太奶奶上前，瞅准机会，一把捏住蛇的7寸，蛇尾立马卷住了他的手臂。团小云看得毛骨悚然，梁上还有1条蛇。何卓武轻轻就爬到了横梁上，小心翼翼地朝他靠近。何卓武抓住机会，捏住了蛇的7寸，然后往下一跳，稳稳地落在了地上。团小云瞧见蛇，吐出信子，吓得扭头就跑。哈哈哈，怕什么？这是草花蛇，没毒的，到处都有。以后你见多了就不怕了。太奶奶开玩笑的，山上和草地才有蛇，不会到处都有。阿武，你别骗人，这蛇常见，菜地、田里到处都有，晚上还会钻到屋里，我在被窝里都抓过1条。草里、屋里、被窝里。何卓武看到团小云那生无可恋的表情，觉得不能再让太奶奶多说一个字。太奶奶，你帮我把2条蛇扔了吧。说着，他捡起一只袋子，把蛇丢了进去。在村里，入屋的蛇不能打死，只能丢出去。丫头，你别怕，我没有骗人，是真的。应该吓得差不多了，这丫头晚上肯定不敢自己睡了。太奶奶一把拉住团小云的手，往外走。走，太奶奶带你去丢蛇。团小云被太奶奶拉着走，浑身僵硬。太奶奶刚刚是用这只手抓的蛇吧？女人搬老屋第1天见到蛇，吓得抱住自己老公，就被邻居说她不知检点。 2条草花蛇就吓成这样，大惊小怪，我还以为发生什么事了。人家是城里人，平日哪里会见到蛇？怕蛇的人我见得多了，怕成他这样的我还是第1次见。这么娇气就别嫁到村里来呀！城里人就了不起，到头来还不是嫁给一个打鱼的，光天化日骑到男人身上，简直不知羞耻。3号区的幼鸟都没他会骑。身后的2人气得捏紧拳头，团小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，接过太奶递来的蛇袋子甩出去。3人低头一看，
团小云丢完蛇，拉着太奶奶就跑，两人一路跑回何家旧屋，相视一眼，都忍不住好好生气。阿五，你这媳妇不错，我喜欢，你一定要好好珍惜。太奶奶，这是从哪里看出不错？是往人身上扔蛇不错，还是扔完就跑不错？何卓武不明所以，只是礼貌的点了点头，算是回应太奶奶的话。小云，你记得仔细检查一下，那2条蛇夫妻也不知道有没有在屋里生一窝蛇蛋，孵一窝小蛇崽。这是什么虎狼之词？生一窝蛇蛋，孵一窝小蛇崽，还有这种操作的吗？我想回家。哎呀，怎么卡住了？原来是没话费了，月末该充话费了。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刚领了4元话费券，真的太香了，充值到账快方便，来给大家送福利了，超简单，点商城，进入充值中心，或直接点评论区领取最高4元话费券，记得点评论区抓紧领券，手慢无。哈哈哈！一天吓得你晚上抱着阿五才敢睡，我还看着抱重孙呢。这时，何父买了瓦片和沙子水泥回来，一起来送货的是诗情。哪里都能遇到女主，果然有缘分的人总是会遇见。我还是尽快赚钱离开吧。他怎么离婚了还在这？真是阴魂不散，烦死了！他一直纠缠，我们怎么结婚？你这房子很久没住人了，怎么又修补？孩子们都结婚了，小儿子2口子搬过来住。什么2口子？他们不是离婚了吗？他们2个人还搬过来住？不要胡说，他们才结婚。上一世不是这样啊，团小云应该进城跟他的姘头王天兵在一起才对呀，到底哪里做错了？如果他们不离婚，那我该怎么办？诗情愤恨地看了眼角落的团小云。不，他们会离婚的。团小云受不了农村的生活，等大台风来了，他肯定被吓跑。想到这，诗情放心地跟着师傅拉车回去了。何家人和太奶奶一家都来帮忙。大哥、大侄子、小侄子，我来了。太奶奶的儿子和何卓武一样大，但是辈分大2倍。两人从小一起读书，一起逃课。因为何卓武不喊自己爷爷，周永国就叫自己6岁的儿子喊何卓武小侄子。小孙子，你爷爷来了也不喊人，你是来帮忙的，还是来说废话的？侄媳妇，我是你大爷。大爷好，大爷，你是没吃饭吗？怎么长得这么矮？带出去，别人会以为你是我儿子，要记得好好吃饭，长得高。没大没小，哼，我总有一天会长大的。6个人5个小时就将房子修补好。夜里累了一天的团小云很快就困意袭来，迷迷糊糊间，屋顶的瓦片传来一阵细微的响动，像是有东西爬。团小云浑身一下子僵住了，她睁大双眼，在黑暗中什么都看不见，想起了太奶奶说的生一窝蛇蛋，孵出一窝蛇崽的事儿。何卓武，你在哪？团小云像一阵风似的冲了出去。隔壁房间，何卓武刚脱掉上衣，就听到这声尖叫呼唤，然后一道黑影直接扑了上来，像树懒一样挂在了他身上。有蛇，屋顶还有蛇。何母打开房门，看到外面的两人，又立刻关上。他又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阿武在呢，快睡觉。不知道明年会是个孙子还是个孙女。另一边，团小云死活不愿意下地，何卓武只能抱着团小云四处检查。你看没有蛇，应该是老鼠爬过屋顶。老鼠一般不咬人。团小云在他怀里四处打量，确实没有蛇，可他还是害怕，怕的要命。我不敢一个人睡。这么精彩的画面，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。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特斯拉，才花了9万9。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、宝马、特斯拉，比线下店选择多了。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送上门试开3天。要是有旧车，也能放瓜子高价拍卖。总之，买卖二手车，瓜子更靠谱。可是地板今天刚洗过，还没干透，没办法打地铺。没关系，我们一起睡。何卓武挑挑眉，乖乖躺下睡吧。听着卓武清浅的呼吸声，团小云觉得有点口干舌燥，心里总冒出些废料画面。想什么呢？真不害臊。脑子里的东西怎么也压不下去。团小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热吗？热。何卓武拿了一把大葵扇，轻轻的给团小云扇着。大概是身边人气息太清冽沉稳，让人心安。团小云迷迷糊糊睡着了，何卓武怎么也睡不着，想去打凉桶水冲个凉，可他才一动，身边的人就转过来，手脚都搭在他身上，只能全身僵硬的熬到凌晨。卓武，起床出海了。团小云，团小云。何卓武喊了3声，团小云才醒过来。团小云，你先松开我，我要起床出海了。团小云瞬间清醒。我和你一起出海，我还没出过海，想见识一下，可以吗？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说不定以后我也有机会弄条渔船出海打鱼。海上太阳大，小云肯定受不了。可是他这期盼的眼神，我没法开口拒绝。反正今天是我出海，赚的钱都是自己的，不会影响大哥。小云受不了，我们就早点回来，无非就是亏点油钱。行，一起去。万岁，谢谢你，我这就去收拾。见何卓武要带团小云出海，你可识趣点，别妨碍儿子和儿媳培养感情，没事就躲一边去。两人昨晚总算同房了，我要尽快抱上孙子。你以为家里的船有多大，还躲一边？我干脆跳到海里得了。最后多说一句，想买车瓜子更靠谱，坐在家里就能挑。女人陪丈夫出海，被村民嫌弃女人出海会倒霉，没想到才进海就听到了咯咯声。何父立马将船往团小云指的方向推去，心里隐隐期待着咯咯声会不会是
何永福，你们带女人出海是想倒大霉吗？放你的狗屁！我可没你那么迷信，百无禁忌。嘿，你别不信，女人没有底贿赂，你们也敢带出海，等着倒霉吧！卓武，出海可不是胡闹的，听叔劝一句，别带你媳妇出海，女人上船会倒霉，命不要了。村里有说法，女人不能出海吗？我家可以，不用管别人。闭上你们的乌鸦嘴！我们家只相信家和万事兴，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。等着倒霉吧，就算不翻船，也打不到鱼。和卓武没再理会，开船出发。驶出1个小时左右，团小云突然发现远处的海面有金光一闪而过。何卓武，那边有金光闪了一下。有些鱼是会发光的，很常见。我还听到咯咯声，是海鸟的叫声吗？咯咯声哪个方向？是那边传来的。何父立马将船往团小云指的方向开去，心里隐隐期待着咯咯声会不会是。又响了。团小云话音刚落，咯咯声又响起来。是大黄鱼群，阿武准备好手抛网。捂好耳朵，大黄鱼群密集时发出的声音能震聋天地。何父将船开过去，果然看到了大黄鱼群。快抛网，手抛网。父子俩一网接一网的撒，一网下去就捞上来一大网兜的鱼。团小云没撒过网，只会拿着手抄网，对着水里就一顿捞，捞了3条上来，倒入货舱，又迅速转头继续捞。发财的机会来了，哇哈哈！很快鱼群就散了，船上的2个货舱也差不多满了。小云海运好，一出海就遇到大黄鱼群，这些大黄鱼能卖个大几百块，这一网就赚了平时半年的钱了。嘿嘿，是爸的海运好，你挑的好海域。这可不是我调的海域，卓武怕你在船上待不住，故意往这没鱼的地方来，只因为前面有海岛能让你休息，没想到还能遇上大黄鱼，回去就找姓许的，让他看看我们一家人运气有多好。拖网至少要1-2个小时，你可以睡一会儿。这么久？不拖久一点没什么鱼，临时停下来，渔网会沉入海底，所以至少1-2个小时，你睡一会吧。不用，我要看下网捞鱼。他兴致勃勃地看着渔网是如何没入海水，就怕船边上2个小时一动不动，好奇地看着水面。阿武开始起网，父子2人配合着收网，2人拖得有点吃力，知道网里收获肯定不少。这么沉，爆网了。随着渔网越拖越近，一大包鱼开始渐渐露出来。好多鱼，应该是又遇到鱼群了。海里的鱼群都那么随意的吗？父子2人也很兴奋，刚出海就打到这么多鱼，几年都难得遇到一次，揪住渔网一端，同时使劲扯渔网。一大堆鱼倾泻而出，占满了整个甲板。团小云的脚边都是蹦蹦跳跳的马鲛鱼，应该是遇到马鲛鱼鱼群捕食虾群了，所以这一网将马鲛鱼和虾群一网打尽。大多都是马鲛鱼和斑节虾，还有些杂鱼，这些鱼要怎么处理？分拣了装筐里，你们分，我继续撒网。爹，把船开到海岛靠岸，让小云在海岛休息一下。生儿子有什么用？全是帮媳妇家养的。团小云兴致正高，哪里肯休息？不用去海岛，我不累，我在船上分鱼，继续撒网啊！趁着运气好，多撒一网。对，还是小云懂事。现在时间还早，休息什么？再撒一网，中午吃饭时再休息。何卓武只好去下网，团小云继续将甲板上的鱼分拣，差不多大小的鱼就分在同一个筐里，装满一筐大概50斤。团小云分得又快又准，卓武都傻眼了。傻了吧？姐姐前世3岁就开始帮奶奶卖菜，啥东西一过手我就知道有多重。小子快来崇拜姐吧！2人合力2个多小时才将鱼全部分好，又该起网了。这一网货不多，何卓武一个人就将鱼倒出来了。团小云一眼就看见了一条穿着斑点裙的老鼠斑，这鱼拖网上竟然还活着。何父第一时间将它捡起来放桶里养着，这鱼活着卖得更贵。吃完饭，卓武手把手教团小云广大清洗。何父记着媳妇的话，愣是没敢过去打扰，在驾驶舱里休息，才刚坐下就听到有鱼群，前面有鱼群，红色的。最近有朋友说用手机看这么精彩的剧情不过瘾，推荐使用抖音电脑版，大屏看电影刷抖音更爽更高清，网友互动弹幕互动更流畅，还能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。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吧！何父立刻全速前进，很快就看到了团小云说的那片红色甲级鱼，是甲级鱼鱼群，手抛网。卓武，快准备手抛网。何卓武开始抛网，团小云也学样子拿起手抛网，有模有样的做起来。3人总共撒了6、7网，鱼群就散开了。甲板上满满都是活蹦乱跳的甲级鱼，红彤彤的，非常喜庆。何父笑得合不拢嘴，小儿媳这运气简直绝了！今天我们早点回去，直接把船开到市上的码头卖，价格能高不少。兄弟，你们这是在哪片海域遇到甲级鱼鱼群？太幸运了！哪条船捕到甲级鱼？我看看。天，这么多！说着，这人摸了摸箩筐里的鱼，揭开鱼鳃看了看，这鱼死了，不过还算新鲜。是很新鲜，这不是拖网的鱼，拉上船时还活蹦乱跳的，我们捕上来就立马回航了。兄弟，这甲级鱼我要了，我是福泰酒楼的经理徐文安，这鱼怎么卖？我操，徐经理，我先上船的，你这人咋这么不厚道？
兄弟，我叫杨达友，我也是收鱼的。这加急鱼，大的80元一担，小的60元一担，我收了，全收了。你船上这一堆杂鱼，我给10元，也全收了，怎么样？这里卖鱼，一担大约100斤左右，杨达友开的价，一斤只有8毛钱和6毛钱。不卖。同计这斤左右的加急鱼100元一担，1斤半的120元一担。另外，我家要10条2斤以上的，卖不卖？问我爱人，他说了算。爱人这2个字像羽毛一样，轻轻扫过何卓武的心间。女人等待360天，终于在码头见到家人回归。何母激动地上前迎接。怎么这么迟？很多货吗？她不等何父回答，揭开篓子看货，简直难以置信，只有这么一堆杂鱼。怎么这么少货？什么都没打到吗？何老头都说了不能带女人出海，会倒霉，你不听，打了一堆不值钱的货，油钱都亏了吧？今天大家都有不少收获，最少也有40块，我卖了100多块，最多的冰强卖了快200块，你这连10块钱都没有吧？这船以后都打不到什么好货了，趁早卖了吧。王春花一听家里的船废了，立马急眼。樊小云，你没事跟着出海干嘛？家里就只有这么一条船，你把船都弄脏了，你拍屁股走人，我们一家怎么办？你个灾星！你闭嘴，不许胡说！谁出海能保证每次都打到鱼？一次运气不好而已，不要听别人挑拨离间。何婶，你别不信，隔壁村的许家前年就是带女人上船，后来那条船不仅补不到货，去年还连船带人都沉了。你们还是早点卖了吧。何母心里一紧，损失1、2天的收入她不在乎，可是赔上儿子的命她不能接受。这女人真是我们家的劫，娶回来就没消停过，现在除了彩礼还要亏条船，还是劝儿子早点离婚吧。你们这船现在肯定没要了，我发点善心，给你们100块，把船收了，也算是做件好事。收起你的好心，我们家不需要。何老头，你别不知好歹，我这是看一个村的才给你100块，要是别人，你还得倒给我钱才能处理了这条废船。这灾星真是讨厌，离婚的时候除了退彩礼，还要给我们买条船，不然就要他家好看。何卓武停好船，走到何母面前，从裤袋里掏出一大叠钱交给何母。妈，你先帮我收着，我怕掉了。哇，哪来这么多钱？难道是公公给你的？这是今天卖鱼的钱。今天我们是直接去市码头卖完鱼才回来，所以船上才没什么货。村民们看着厚厚2大叠大团结，眼睛都直了。永福，你们打到什么鱼能卖这么多钱啊？这有2、3千了吧？没有那么多，也就差不多2000块。回来太早，4点多就到了市码头，早知就听我儿媳的话，再拖一网，那就够2000了。吹牛吧，出海的大船赚的都没你们多，你们这是捞到黄金了。我需要吹，你明天去市码头问一下，今天是不是有人去卖了几百斤加急鱼和大黄鱼，你就知道我是不是吹了。不可能，我打了一辈子鱼，就只见别人遇到过一次。你还加急鱼鱼群、大黄鱼鱼群一起遇上，合着大海是你家鱼塘，你想捞什么有什么。这时李二狗的船刚好回到码头。何永福，快说你今天赚了几千？我在市里都听说了，卓武收拾那7成的杨达友，可让大家解气了。原来就在刚刚，也是码头上。1斤的110元一担，1斤半的130元一担，2斤的160元一担，3斤以上的2元一斤，4斤以上的只有1条，3元一斤。这个价格不议价，你们谁要？行，我要了1斤和1斤半的我全要了，2斤的要10条，还有3斤的和4斤的我都要了，剩下的我全要了。你们那些马教育我也要了。之前瞧着这一船人眼上，随便给点就能把鱼收了，今天的生意全让这2蠢货毁了。老侯，我先来的，你别抢，那些鱼我都要。我没抢，只是你没机会，人家说了不卖给你。胡说八道，别插队，我不要的才能给你。杨达有一脸谄媚的看着卓武兄弟，徐经理挑剩下的鱼我全要了哈。卓武没接话，继续问徐文安和老侯，货仓里还有大黄鱼，你们要不要？大概有几百斤。我要大黄鱼，我要，价格好商量。同志，兄弟，价格你说了算，你说了算。杨同志别急，后面有好鱼留给你，我先把这些卖完。好，我在旁边等着。最终何卓武把鱼分2份打包卖了，到手一共是1901元3角5分，剩下一堆小鱼、小虾等杂鱼。杨同志，这些鱼100块，你收走吧。小子，你敢耍我，今天就要你好看。说着挥拳就要对卓武动手，何卓武一个擒拿就把他挡下。大哥，我错了，快松手！今天只是给你小惩大戒，以后别再欺负老实人，让我知道，定不饶你。我错了，大哥，快放了我吧，以后我再也不敢了。你这走的是什么狗屎运？一天遇到3波鱼群，这是捡到财神爷了吧？哈哈，我哪有这么好运气？全靠我小儿媳妇，是她海运好。今天要是听他们的话，不带小云出海，3波鱼群就都错过了，我这小2000块就赚不到了。哼，那祝你以后天天这么好运。谢谢，承你吉言了。周冰强带着老许气呼呼的走了。可恶，竟然赚了那么多，早知道就晚一天分家了，能分到好几百块呢。晚上团小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，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。早上整理的时候，顺便把全新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。现在还有 A 发布和托管功能，卖闲置更方便了。我已经回去了好几千，闲鱼真的太神奇了。
男人嫌弃自己媳妇长得胖，羡慕隔壁娶了个漂亮的老婆，每天就躲门口偷看，只为了能和团小云抢啊。晚上团小云做了酸菜鱼，送一碗去给太奶，才出门就看见周俊杰捧着饭碗站在门边。这是嫂子做的菜，在隔壁就闻到香了，我可以尝尝吗？周俊杰的目光先是落在酸菜鱼上，随后又落在捧着酸菜鱼那双莹白的小手上，最后落在团小云鼓起的胸前，移不开眼。何卓武娶的这媳妇他妈的真带劲，难怪他被绿了都舍不得离婚，真是个狐狸精。不过既然他都能跟别的男人跑，是不是也能跟我？一盘鲨鱼的血水泼了出来，淋了周俊杰一身，还沾了满身的鱼鳞和内脏。周俊杰被一股鱼腥味熏得差点吐了。谁他妈的？原来是卓武啊，好巧啊！你们玩，我先回去了。说完，他就赶紧捧着一碗加了鱼水的饭。何卓武，你等着，早晚把你媳妇给办了，让你给我养儿子。小云，我们明天去赶集吧。我和你一起去。好，明天我们一起去。何卓武拿出一叠大团结给团小云，今天出海的钱分你1000块。我都没出什么力，也有这么多钱分，这是见面分一半吗？没有你发现鱼群，今天也赚不了这么多，这是你应该拿的，记得放好。何卓武把自己那份钱当着团小云的面放到了衣柜上的铁盒子里，然后就出门去洗澡了。嘿嘿，一天就有1000块，多出几次海再多存点，我就可以买个小院子，再买条船，养个乖乖的小奶狗，这以后就都是神仙日子。团小云太累了，一躺到床上就睡着了，完全没想起蛇的事情，梦里全是第二天去集市买。第二天，何卓武又去村委借了拖拉机，在路口又遇见了诗情，诗情伸手拦下了何卓武。卓武哥，可以带我一程吗？我今天去集市卖羊肉。乡里乡亲的，能帮一把肯定没问题。可小云以前就受不了羊肉的味道，万一又晕车了怎么办？你怕不怕羊膻味？这还用问他吗？难道团小云怕臭就不让他上拖拉机？不是说军人为人民服务吗？团小云可不怕臭，她从小在菜市场长大，这点味道根本不算什么。她看出何卓武的纠结，没事，让他上来吧。好，同志你上来吧。小云，你来前面和我一起坐。也行。他真是一个非常体贴的男人，对一个给他戴过绿帽子的女人都能照顾得这么周到。何卓武把团小云扶下了拖拉机，就去帮诗情搬羊肉上拖拉机。卓武哥，我自己搬就行。何卓武双手刚握住木托，诗情的手也正好伸了过来，握住了何卓武的手。不好意思。何卓武面无表情地将羊肉和推车搬上拖拉机。你在后面自己扶着点东西。说完，他直接回到驾驶座上。诗情觉得何卓武更冷漠了。怎么那么小气？不小心碰到不是很正常吗？又不是故意的。算了，他以后是我的男人，我就让着他点吧。很快到了集市，谢谢卓武哥。何卓武冷冷地点了点头，一个字都不多说。诗情只得推着车先走了。集市上，团小云买了1张竹床、6张竹椅、2张躺椅，还有团小云拿起来看过的小物件，何卓武都买了下来。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，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。早上整理的时候，顺便把全新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。现在还有 A 发布和托管功能，卖闲置更方便了。我已经回去了好几千，闲鱼真的太神奇了。夫妻2人几乎把小摊子的东西包了大半。我帮你们把东西搬到拖拉机上。何卓武带着人把家具搬上拖拉机，团小云独自去买点水果。团小云买东西就像不要钱一样，等我和卓武哥结婚后，过的也会是这样的日子吧。突然，团小云胳膊被人从后面拉住。小云。何卓武把东西都搬到拖拉机上绑好，就回头去找团小云。卓武哥，我见到小云姐去前面买东西，有个男人跟着她，到了转角，他们2人就不见了。放手！你要干嘛？今天本打算去村里找团小云，看她离婚了没有，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了。小云，你也来赶集？说话就说话，别动手动脚，我叫非礼了。这贱人一边看不上我，一边又想利用我帮她成功离婚，哼，迟早要把她办了，让她对我言听计从。小云，你不是想让我假装带你私奔，帮你成功离婚吗？那天我知道你会游泳，才推你一把的，不是故意的。那天是我的错，我觉得这样做对你名声不好，才跑掉的。和卓武那个禽兽一定是看上你家里的钱，才不肯离婚。我现在就带你走，如果你没地方住，可以先住我家。你知道我喜欢你很久了，我会无条件帮你的。先把人骗回去，还不是想怎么着就怎么着，到时候把他吃干抹净，他就只能跟着我，对我言听计从了。然后再让他去找他爸给我安排一份工作，不安排工作就不和他扯证结婚，就不信他爸敢不安排。原来这就是哄骗原身，最后还把原身家暴致死的渣男。哼，不必了，你走吧，以后别再找我，我不用你帮。团小云说完，转身就要走。小云，我真的是为你好。何卓武匆匆赶来，就见团小云绕过王天兵往回走。小云，跟我走。团小云在对方刚碰到她衣服时，就扣住了她的手腕，反手一拧。王天兵的胳膊脱臼了，疼得他整个人都扭曲了。疼！小云，放手！团小云丢开他的手，一脚踹在他屁股上。非
非礼啊，非礼啊！四周的人纷纷看过来。你胡说个啥？是你说要离婚跟我走。团小云一脚踩在他胸膛，将他摁回地上，继续打。本来只想揍你一顿，替原主出口气，但你竟敢摸我的腰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非礼啊！我不认识这人，刚才他摸我腰，耍流氓。刚刚我还看见他摸一位大娘的屁股，还故意撞了一位漂亮的姐姐。我就说好像有小贼摸老娘屁股，原来是你！打死你这个淫虫！老娘的便宜也敢占，我打死你！流氓，我让你往我身上撞。我只是胡说的，还真有人对号入座啊！救命！我不是，我没有，别打了，他骗人的，我没有耍流氓，是他勾引我。王天兵被多人拳打脚踢，单手抱着头，大呼点命。几个女人直接将王天兵打得嗷嗷叫，直到他拼命转头跑了。下次再敢耍流氓，我抓你去派出所！我弟可是警察，谢谢你啊，妹子，仗义，不然我都找不到摸我的凶手。谢谢你，我最讨厌这种人了。不客气，是他非礼我们教训坏人是应该的。两人又骂了王天兵一句才走了。走吧，咱们回家。最近换季了，又到了全面大换新的时候，收拾屋子才发现攒了这么多全新的闲置，我就把它们全挂在闲鱼上了。现在还有 A 发布和托管功能，卖闲置更方便了。我已经回去了好几千，闲鱼真的太神奇了。女人出海一天，只打到了几只螃蟹，灰头土脸的回来，就拿家人撒气。阿武，李大哥他们应该出海回来了，我们一起去帮忙接货。好，我也一起去。不用，我和爸2个人去就行。团小云没再坚持，他就煮了菱角，还装了几只芒果和2大串葡萄，准备送去太奶奶家。刚出门，正好遇见何卓武他们几人回来。回来的这么快，难道没捕到什么鱼？王春花阴沉的脸看见团小云手中的水果，脸色好看了一些。小云，你是来接我们的吗？不是，我是去给太奶奶送些水果。王春花的脸瞬间拉长了。光宗耀祖几兄弟在你这儿吗？没有。哼！王春花黑着脸走了，那模样就像谁欠了他几百万似的。四弟妹，别介意，他是没捕到鱼，心情不好，我们先回去了。好的，没事。团小云不受影响的去了隔壁太奶奶家。你媳妇倒是挺大方的，但也不能厚此薄彼，你大嫂心里该不舒坦了。小云买的东西想给谁就给谁，谁不舒坦也是自找的。大嫂对小云向来没个好脸色，小云怎么可能给她送水果？这两人刚和好没几天，这么快就互上了。王春花回到家，4个儿子一个都不在，接拉的满院子都是鸡屎。出海一天，累死累活没赚到钱，回到家冷锅冷灶，还有满院子的狼藉等着他收拾。心烦气闷的王春花肺都快气炸了。光宗耀祖，你们给我死回来！跟在身后的何卓文吓了一个激灵。我去把那几个臭小子抓回来，反了天了！说完，他就想溜之大吉。站住！你去哪里？没看见地上都是鸡屎，还不扫干净？今晚不想吃饭了，不扫的话，你给我滚去和你妈过！何卓文只得默默拿起墙角倒在地上的扫帚打扫起来。你爸妈就是偏心，老四2口子出海，一个陪着出海，一个留着家里做饭干家务。老四2口子一回到家，张口就有饭吃，我呢，什么也不帮我干，鸡也不帮我喂，饭也不帮我做，我大半夜的出海回来，还要给你们几个大爷做饭。我爸昨天说今天和我们一起出海，不是你说不用吗？明明是你自己担心，要分1半钱给我爸，不想让他一起去。哼，那你妈呢？她可以在家煮好饭等团小云回来，就不能过来帮我喂鸡、煮饭？我还给你们何家生了4个儿子，团小云有什么功劳？你看你爸妈对她多好，那么多果子，一看就是你爸今天去集上买回来的，他们就是偏心。还有你惦记着你4弟一家，把他当弟，有鱼分他一桶，他有把你当哥吗？有果子都不给你。中午阿光几兄弟吃的饭不是我妈过来做的，昨天我妈说晚上过来做饭，是你自己说晚上你回来做就行。再说已经分家了，爸妈跟着阿武2口子住，帮他们多干点活，不是正常吗？没分家钱，爸妈也没少干活，他们把新房子都让给我们了，咋就偏心了？光宗耀祖不是他的孙子，他过来做一顿饭怎么了？你不是他儿子，他过来帮忙干点活怎么了？你妈之前是没少干，我又少干了。我是没团小云命好，娘家有钱，男人又会赚钱，在家什么都不用干，一家好吃好喝的供着他，不像我是头牛，给你们做牛做马。你也知道我是我爸妈的儿子，我还是长子呢。分家的时候，你咋不留我爸妈在这里住？总说团小云如何，你倒学学人家团小云。光宗耀祖不是他的孙子，他过来做一顿饭怎么了？你不是他儿子，他过来帮忙干点活怎么了？你妈之前是没少干，我又少干了。我是没团小云命好，娘家有钱，男人又会赚钱，在家什么都不用干，一家好吃好喝的供着他，不像我是头牛，给你们做牛做马。你也知道我是我爸妈的儿子，我还是长子呢。分家的时候，你咋不留我爸妈在这里住？总说团小云如何，你倒学学人家团小云，把人接过来养老，又不想养我爸妈，又想我爸妈给你干活，你亏不亏心？说完，他一丢扫帚，拉开院门走出去。爸，小叔刚才给咱们送了果子和菱角，看你们吵架就回去了。只说这些是今天他和小婶婶去赶集，小婶婶买的。
妈，对不起，鸡会跑出来，是因为我们进去捡鸡蛋，没关好门。奶奶说鸡和猪都喂好了，菜也浇水了，鸭子我们一会儿去赶回来。妈，中午我们是在小叔家吃饭的，你房间锁了门，奶奶进不去取米下锅。王春花这才想起自己把米缸放房间了。何卓文回头看了王春花一眼，冷笑一声，走了出去。你爸就是狗脾气，我这不是忙忘记了。我去赶鸭子回来，我扫院子，我洗菜，我烧火。不用，男孩子不用干家务，你们一定要好好读书，考上大学，将来给妈争口气。早上有广播说这2天有台风，让大家这2天别出海，明天估计不能出海了。广播说有台风了，说了，今天播了一个早上，书里只说台风会在这一带附近登陆，台风过后海滩上满是虾，还有女主为了追一条鱼差点被海浪卷走，没提到有人员伤亡，只是有些人家的船不见了。咱们家的船记得找个安全的地方停靠好，绑紧了。我吃完饭去看看。这个人性格真好，总是能听得进别人的意见。夜里果然下起了雨，院子里传来东西被磕落的声响。团小云瞬间清醒，没事，台风来了，我去看看，你接着睡。外面的雨声，风声越来越大，等了一会儿也不见何卓武回来。突然灯泡何卓武，你有没有事？何卓武，没人回应。穿堂风夹杂着雨水吹进心里，风大的人都差点站不稳。团小云看见院子里的东西被吹得东倒西歪，地面有一堆碎掉的瓦片，可他没看见何卓武的身影。何卓武，屋顶的瓦片被狂风吹起，哗啦啦的朝他扑来。团小云整个人被这股邪风吹着往后退，他控制不了身体，只能下意识的抬手去挡。一个身影不知从哪窜出来，把他整个人护在墙壁与自己怀抱之间。瓦片在两人的脚下碎了一地，团小云还没反应过来，何卓武已经单手抱起他冲到屋里，然后迅速关上门，挡住了外面肆虐的狂风暴雨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用盆挡着头了。刮台风，你跑出去干嘛？我听见瓦片吹落的声音，怕你被砸伤了。团小云见他手臂好像在流血，但光线太暗，看得不是太清楚。这时何父和何母也出来，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停电了，两老都看不见何卓武受伤了。没事，房间漏雨了，我出去拿个面盆。你们屋子有没有漏雨？外面风大，瓦片都吹落了，你们别出去。何卓武叮嘱两老别出去，就拉着团小云回房间，拿出手电筒打开，手电筒一亮。团小云一眼就看清何卓武手臂上的几道伤口，有2道伤口挺深的，还流着血，得上点药。后背应该也有伤口，衣服都染了一点血。你把衣服脱下来，我帮你处理一下。何卓武看团小云没有受伤，才放下心。只见团小云翻出棉花纱布和盐南皮，给我自己来。后背的伤你怎么上？坐着别动，赶紧把衣服脱了。何卓武看他故作镇定的脸一眼，乖乖坐好。双手揪住衣摆往上一提，就把衣服脱了。团小云一眼就看到他的腹肌，线条分明，恰到好处。这完美的身材，多看几眼，不知道啥时候就不归我了。嘿嘿嘿。团小云拿着棉球，小心翼翼地擦掉他手臂上多余的血迹。这道伤口有点深，小伤过2天就好了，不用担心。团小云擦干血迹，就把药粉撒在伤口上，然后薄薄地缠了一层纱布。这2天最好还是别让伤口湿水，免得感染了。好的。处理完手臂的伤口，团小云看向他后背。后背的伤口不深，只是轻微划伤，不上野性。只是他后背有许多伤疤，触目惊心。书里说他上过战场，立下不少功，九死一生。后背的伤疤是战场上留下的。是的。当时伤得很重吧？还行，死不了。何卓武见他眉头皱得紧紧，便去衣柜拿了一件衣服穿上，遮住后背狰狞的伤疤。吓着了，是不是很难看？不难看，这些都是你们这些可爱的人的勋章，永不褪色的勋章，很好看。何卓武扣扣子的动作顿了一下，心头划过一丝异样的悸动。本期由神奇的闲鱼 APP 官方赞助，省钱神全部推荐神奇的闲鱼 APP。这么精彩的视频，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，边吃边看。最近我发现，在闲鱼有很多省钱神券，汉堡、炸鸡9块9就能买全套，真的特别省。吃喝玩乐推荐闲鱼，闲鱼真的太神奇了。女人为了多捡点钱，冒雨带着丈夫出门。台风刚过，沙滩上铺了满满的一层鱼虾。何卓武，我们比赛吧。好啊。夫妻2人开始在海滩上捡鱼虾，诗情冒着雨也赶到海边。团小云重生回来不离婚，霸占和卓武就算了，这海滩的虾是我早就等着，捡了赚钱才能交学费，你为什么也来抢？卓武哥，你们这么早？不理就不理，有什么了不起？我要赶快去找梦里的2个海螺，里面开出的珍珠卖了就够学费了。等风浪小点，我再悄悄下水，等卓武哥来救了我，他就会无法自拔的爱上我。诗情赶忙一边捡虾一边找海螺，没多久，村里的人都来了。诗情心里更急了，还没找到梦里的海螺，这海螺真丑，差点扎到我。哼！周小磊抬脚就把海螺踢飞。海螺砸中了团小云的小腿，撩起裤脚一看，还真被刺伤了，血珠顺着肌肤滴落。团小云赶紧按住伤口。咦，儿子砸到团小云的腿了，她的皮肤那么白那么嫩，我现在趁机关心一下，摸一摸。你要去哪？儿子砸到人了，我去看看有没有受伤。你傻呀，
这个时候上去是想赔医药费吗？海滩这么多人，谁知道是谁砸的？你可别过去。这时，团小云也抬头看是谁把这么危险的东西踢过来。在那个方向，他看到了周俊杰一家，还有几个弯腰捡东西的村民。谁把这海螺踢过来的？砸伤人了？没看见，不是我们。何卓武才看到团小云腿流血了，匆匆跑过来。事情也看到了砸中团小云的那只大家伙。梦里那只开出珍珠的海螺，团小云，你可千万别捡，别捡，那是我的。怎么伤的？我看看。没事，不知道谁把这东西踢过来，砸伤了小腿。我看看伤口深不深？这种间隙的伤口，要是太深，要打破伤风预防一下。不是很深，只是流血，看着吓人。何卓武检查了一下，伤口确实不太深。骨头疼不疼？我带你去卫生院看看。没有，不用去卫生院，没那么夸张。要是去卫生院，又该被医生笑了。你看我没事了。受伤了去看医生很正常，怕什么？小云姐，你受伤了。团小云对她主动搭话感到诧异。没事，被这东西砸到了。小云姐，这东西这么多次，留在海滩伤到人不好，我拿去丢了。团小云小心翼翼地拿起那只海研究起来。难道这就是书里说的那只宝贝？何卓武，你认识这家伙吗？这是星星海菊蛤，一种会出珍珠的蛤。从它这开出的珍珠有白色、淡橙色、红色，也有火焰一样的纹路。团小云一听，赶忙把它放进了桶里。这家伙长得还挺漂亮的，我拿回去做装饰品。这么多次带回家不怕被刺伤吗？我看还是扔了吧。不怕，我把它装在围墙上，防贼还镇宅。本期由神奇的闲鱼 APP 官方赞助，上间神全我推荐神奇的闲鱼 APP， 这么精彩的视频，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边吃边看。最近我发现，在闲鱼有很多省钱神券，汉堡炸鸡9块9就能买全套，真的特别省。吃喝玩乐推荐闲鱼，闲鱼真的太神奇了。气死我了，只差一点，就差一点，谁踢的？为啥不是踢向我？团小云没再理会事情，对何卓武说道：“你去忙吧，我再去转转。”不行，我陪着你。对了，还有一只珍珠海螺，绝对不能被其他人先找到。夫妻二人都没留意莫名其妙走来又冒冒失失离开的事情。二人在礁石堆捡到好多贝类和螃蟹，突然团小云看见不远处礁石缝里有一只非常大的白色海螺。事情时不时留意团小云一眼，见团小云的视线定格，他看过去，瞳孔一缩。海螺，大海螺，我梦里那只开出大珍珠的海螺。诗情拼命跑过去，团小云看见他跑，也立马跳起来。靠，还讲不讲武德了？这分明是想来抢啊！何卓武见团小云提着水桶在礁石上跳跃奔跑，身体一晃一晃的，他的心都提到嗓子眼。这要是一晃，跌伤了可不得了。团小云几个跳跃就来到了海螺前，直接抱了起来。好家伙，好沉！团小云抱着海螺，挑衅的看向诗情。诗情慢了一步，一着急，脚底一滑，膝盖都磕伤了，灼热的疼感传遍全身，可他顾不上查看，急忙爬起来。团小云，那帝王糖罐螺是我的，我先看见的。你看见就是你的了，我还看见你了，你也是我的吗？这海螺我刚刚就发现了，只是太重没捡起来，想着等走的时候再捡。卓武哥，这只海螺是我的，团小云捡了我的海螺。哼，不用喊你卓武哥，你喊她老公都没用。天王老子来了，这海螺也是我的。什么喊老公？这话是能乱说的吗？我是谁的老公？他不清楚。胡说个啥？你跑什么？不知道危险？哎，这白脸想抢我海螺，我能不跑？我不跑，我就是傻的。卓武哥，这海螺真的是我先看见的，应该是我的。哦，你先看见就是你的。照你这意思，我是最早来到这海滩，那整个海滩的海产品都是我的。你捡什么捡？谁捡到才是谁的，你别无理取闹。何卓武说完就没再理会事情。走吧，下次别跑，一只海螺而已，摔一跤得不偿失。事情看着团小云被何卓武扶着走开，碎碎念中满满的关怀。明明我重生回来，有了金手指，能梦见未来，为什么还是比团小云慢一步？老天爷对我总是这么不公平。事情看着何卓武一手提着水桶，一手虚扶着团小云，心里的不甘愈发强烈。何卓武会成为我老公的，我喊老公会喊得光明正大，理所当然。事情想到梦里何卓武救了被卷入海浪的自己，他看着海浪翻滚的大海走了过去。另一边，团小云又捡了几个螃蟹，见何卓武一直在身后跟着。你跟着我身后干嘛？分开捡啊，赶紧捡完就回家，天都快黑了。螃蟹寒凉，吃多了不好。小没良心的，我是怕你跌倒才跟着，真是个不省心的家伙。团小云小心翼翼地往前走，发现一块红色的甲壳从礁石里露出来，团小云当机立断出手，捏住它并抓了起来。我抓到一只琵琶虾，这是蝉虾，这虾好吃。蝉虾的肉质结实嫩滑，味道鲜美浓郁，与龙虾相似，但它的肉质比龙虾肉更柔滑细致一些。这东西贵吗？今天捡了那么多虾，这只大虾你留下尝尝。也行，钱是赚不完的，该享受就要享受一下。走吧，
哦，团小云还是忍不住打量四周，这一打量就看见海浪拍打着礁石，一抹白色一闪而过。那里有东西。团小云说着就大步走过去。别过去，浪大！没事，我不走近。快看，是带鱼。带鱼牙齿锋利，现在虽然奄奄一息，何卓武仍然不放心。我来，你别过去。何卓武一手抓他的头部，一手抓他的身体。团小云打开带鱼，何卓武刺穿他腹部，直接把带鱼丢了进去。这条带鱼很大很长，估计有10几斤。两人往回走，团小云还不死心，一边走一边四处张望。突然，远处传来惊呼声：“救人啊！有人被海浪卷走了！”团小云一惊，发现一个身影在海浪里沉沉地过。两人迅速朝着出事点跑过去。团小云在礁石上面爬，膝盖传来剧痛，有血珠源源不断的冒出。哎呀！何卓武看到海边已经有水性好的下水救人，掉头回到团小云身边，膝盖和脚踝都磕破了，鲜血直流。我看看有没有扭伤。何卓武轻轻握住他的脚踝和小腿，微微用力活动一下，发现没扭到关节，放下心来，又看了一眼海边。这时，一个大浪把那白色的身影送回了沙滩上，几个人冲上前，迅速把人拉到安全区。我先背你回去。没事，磕破皮而已，我可以自己走。你拿东西。何卓武一手提起东西，来到团小云面前，长臂一捞，就把整个人抱起，沉着脸往前走。团小云吓得搂住他的脖子，脸爆红。你干嘛？我可以自己走，快放我下来！大家都看到了。好好待着，别乱动，只要你不闹，没人看我们。因为大家都在看诗情，没人看他们。诗情被人拖到沙滩上，一阵后怕。卓武哥，谢谢你。说完，他才抬头看救他的人，没有一个是何卓武。诗情四处寻找何卓武的身影，然后就看见他一手提着东西，一手抱着团小云往家走去。他竟然不救我，真是该死！何卓武直接把团小云抱回家，不用擦药，留着给你手臂上药。何卓武没说话，拿着药粉像不要钱似的撒在团小云膝盖和脚踝的伤口上。我去海滩把那些虾卖了，你在家里坐着，别到处乱走。哦，把桶里值钱的都卖了吧。那星星海菊格和帝王糖冠螺不要卖，我想试试开珍珠。独依你。天刚擦黑，何卓武他们拉着2箩筐虾回来了。这是没人收吗？今天卖虾的人多，收购处给的价格太低了。阿武说拿回来晒干了卖。这里晒干了也没多少，要不我们把村里其他人的也收购了。小云的想法和阿武的不谋而合了。阿武已经和好几家人都说了收下，一斤比收购处还多5分钱，全收了那可要投好大一笔钱啊！钱没赚到，还要多花5分钱一斤收别人的虾，这败家子可真大方。钱赚不回来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做好了就能赚回来。是啊，再晒些鱼干，不出海的时候一起拿去卖就是。你担心那么多干嘛？看他们吃的这么香，我也想出去吃顿好的。像我出去消费都是美团团购，团美式茶饮5折起，吃一顿火锅能省100-200。五一出游吃喝玩乐，我推荐美团团购。吃完饭，团小云把大海螺和大蛤蟹拿回房间。一会儿有人来卖虾，要是被人顺手牵羊拿走了，那得心疼死。阿武，有人送虾过来了，赶紧出来。好，我们马上过来。何卓武从铁盒子里拿出1叠零钱给团小云，一会儿你负责给村民结算，这里有150块，不够你到时候再从盒子里拿。好。诗情回家换了一身衣服才过来卖虾，他看了一眼何母手中的粥，里面有虾有蚝又有蟹，不自觉地咽了一下口水。何家真有钱，伙食这么好，难怪团小云重生回来就不走了。哼，先称我的。他排第一，何卓武便先给他称，除掉桶的重量，1斤6两。怎么这么少？你家的称准不准的？你觉得不准，可以去收购处卖。算了算了，我懒得折腾，给钱吧。多少钱？3毛5一斤，1斤6两就是5毛6分。小晴真厉害。那当然，小晴是我们全校第一，算术当然厉害了。不过小云嫂子算术应该更厉害吧？毕竟是从城里来的，应该更有文化。对啊，阿武媳妇不是城里来的吗？不是说很有文化，这么小的数都没算出来。团小云表情都没变一下，把早就数好的5毛6分递给李豆苗。一个参加了3次高考都落榜的人，想来也不太会算数。今天就让大家看看谁才是真有文化。村民一个接一个的上前称虾，诗情每次都能在何卓武报出重量后，过个3-4秒就报出钱数。村里人读书少，甚至没读过书，大家一边赞美着诗情，一边接过团小云递来的钱。没人发现团小云在何卓武报数后，立马就开始数钱。诗情，你算数真厉害，经常考第一吧？没有，我不算厉害。小云姐是城里来的，算术肯定比我更厉害。诗情，你可太谦虚了，那些考了3次都考不上大学的人，怎么能和你比？诗情，我家那几个调皮鬼学习都不好，等你有空多教教他们，行不？王春花舍近求远来找我指导他儿子学习，团小云这个正八经的小婶婶，不知道心里啥感想。何大嫂，莹太夸张了，我只是总分第一，小云姐肯定比我厉害，让她教更好。她教不了，她啥都不会，能教什么？团小云就会装模作样，她会教啥？这时，何父和何卓武称好了太奶奶家的虾，除掉桶的重量后，何卓武报出重量，一共32斤3两，30多斤，这是目前为止称的最重的。大家下意识地看向诗情，等他算出多少钱。一共11元3角05厘，4舍5入，那5厘就按1分钱算。太奶奶，这里是11元3角1分，您数数。不用数，你算的我信得过。太
太奶奶，等等，小云姐，事情都还没算出来呢，你咋这么快就给钱？他还没算出来，关我什么事？我给的又不是他的钱，也不是你的钱，要你管？真是好心没好报，枉费诗情帮他算了半天账。像团小云这么拽、看不起人的人，怎么就那么好命嫁给了何周武？诗情，是不是这个数他有没有算错？事情也算出来了，只是心情有点复杂。谭小鱼没有算错，卓武哥一报数我就开始算，可他怎么可能算得这么快？女人帮忙算账，却被所有人嫌弃多管闲事。钱不对，诗情刚才说了是3块5毛6分，这里只有3块3毛6分，少了2毛钱，你给少了。事情都帮你算出来了，这么少钱都能数错啊？可以闭嘴吗？我忍你很久了，我有没有数错关你什么事？花的是你的钱啊！哼，真是好心没好报，就像个白痴。抱歉，是我多管闲事了，知道就好。怎么能算多管闲事？诗情是帮我算的，你不会算，还不让懂的人出声，是想骗我们的钱？赶紧把那2毛补给我，不然我不卖了。行，钱还我吧。何卓武的心算能力也很强，他知道团小云一直都没算错。周大嫂，团小云没算错，要是不信，你再找人帮你算算。这次是诗情算错了，小云算对了。不好意思，我算错了。小云姐，你算数可真厉害。百密一疏，算错了也正常，难道还不允许算错？诗情报数的时候，小袁都已经数好钱了，大家没发现吗？正好何卓武又给一个村民称完，报了个数，这下大家看清楚了，团小云是何卓武一报数就开始数钱了，也就是说他一听中名，立马就算出多少钱了。虾还卖不卖？不卖就把钱还我，我把虾还你。卖？怎么不卖？这么小的数也算错，就别来添乱了，真是多管闲事。诗情啊，我儿子调皮，还是不用你来教了，让他小婶婶教就好。事情都气笑了，他突然觉得自己就像个笑话，简直是自取其辱。他忙了大半天，结果没落得一句好话，还被嫌弃。这人真是的，难怪一辈子打鱼。诗情丢了脸，想赶紧离开，把虾递了上去。卓武哥，帮我称一称吧。10斤2两。团小云把钱递给诗情，10斤2两的虾钱只有3块5毛7。诗情接过钱，心情郁闷，钱太少了，3块多，交完学费就没钱了，还得赚生活费。本来这次捡到珍珠，至少能赚100-200块，可2只珍珠螺都被他捡了。生活对我从来都不公平，幸运总落不到我头上。虾很快就收完了，一共收了73斤6两，合计25元7角6分。算上自家的虾，一共有196斤虾。虾收完，一家人就开始煮虾、晒虾。这些虾大概能晒出多少虾干？10斤大虾大概能晒出2斤虾干。团小云算了算，晒干后大概只有39斤左右，1斤虾3毛5收，10斤才晒出2斤虾干，算上柴火、人工的时间和运输成本，那1斤虾干得卖3块5毛。这时，何卓武把2只螺拿了出来。现在开海螺，把它们开了。何卓武把2只海螺小心地放在地上，又去杂物间找工具。王春花送菜来给二老，进门就看到了地上2只大家伙。这是什么海螺？四弟妹，你捡的？团小云想藏也藏不住了，谁知道他刚走又回来。除了小云，咱家谁还有这运气？阿五，快开了看看有没有珍珠。以前开出珍珠的海螺比这只大好多，这只这么小，肯定没有珍珠。呸呸呸！你这乌鸦嘴，不会说话就别说。星星海菊蛤浑身都是刺，何卓武戴着手套，好不容易才把它的蛤壳撬开，一粒白色的珍珠在蛤肉里露了出来。这到底是什么运气？随便捡只浑身是刺的东西就开出珍珠。虽然早就知道有珍珠，但还是很惊喜，这珍珠还挺大的。何卓武把珍珠捏起来，在盐水里洗了洗，才递给团小云。珍珠没什么珠光，也不够圆润，它的纹路竟然像一朵山茶花，优雅又低调。珍珠倒是珍珠，也够大，就是瑕疵太多了，一点光泽都没有，不值什么钱哦。哎呀，真是可惜了。卖不了钱，我们就留着，这可是天然珍珠，能驱鬼又能镇宅。驱什么鬼？他说谁是鬼？